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SS HiFi。我们这一站来到了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它位于密西西比河东岸，是田纳西州第2大城市，是 FedEx 的全球总部，是名副其实的音乐圣地，也是一个近20年来经常在最危险的城市榜单名列前茅的地方。那作为游客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体验呢？让我们一起出发吧。我们现在在去往孟菲斯的路上，我们离开了阿肯色，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密西西比。他们交界就是在河上，他们就是以这个密西西比河为界。就有点像那叫什么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阿肯色和田纳西的交界。下面就是下面右边就是美国的母亲河密西西比河，里面全是中国鲤鱼。中国鲤鱼。哎，他们downtown的高楼还挺多哎。老城市啊，孟菲斯相当老的城市了。这儿还有一个白色金字塔。对，这好像那个拉斯维加斯的那个赌场。对。那上面好多游客呀，这个金字塔上。这是 Bass Pro Shop。这 Bass Pro。哇，他们在这儿。回头我们来这儿看看。它这个店怎么建成这个样子的了？回头来这儿看看。太神奇了！那到了东部，除了时差，还要考虑高度的问题。限高。好了，那我们一会儿就可以到新的营地了。反正离孟菲斯市区还有个15分钟左右。这比较好，就是比较安全。这孟菲斯不是美国常年的什么10大犯罪率最高的城市，孟菲斯常年都榜上有名。我们现在刚刚到了这个孟菲斯边上的这个田纳西孟菲斯边上的位于密西西比的 RV Park。那我们到底在哪儿呀？我们现在密西西比了已经。它其实2个就是在州的交界，刚好这个 RV Park 在密西西比这边。罗根，过来。罗根。他妈在这儿工作，你看这干啥呢？阿威。打工人下班了，现在我们要去一家很有意思的店，世界第9大金字塔。要去金字塔里吃晚餐。还有人在那爬。我们一会儿金字塔门口见。拍呀 ！Sportsman Paradise。Sportsman Paradise。对，都震惊了。当当当，这就是我们要吃饭的金字塔。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其实是很偶然的。我们开车来孟菲斯的路上，就在高架桥上远远的看见一个金字塔。最惊奇的是，我们看见金字塔上有一个巨大的 Bass Pro 的店的标志。对，我远处还说这个金字塔是啥玩意儿？对，它是世界第9大金字塔，你受得了吗？对，它又是 Bass Pro 最大的店。Bass Pro 是美国最著名的户外店之一吧？对，它其实就是卖跟一切户外有关的东西。它里面居然有真的鳄鱼。在洛杉矶你只能看到标本啊。对，洛杉矶那家其实也挺大的了。看它那个尖看到没？上面站了好多人，它上面还有个观景台。这座金字塔建筑本身就是一座地标，最初于1991年建成，高度约98米，位于全球前10。它一开始是用于举办体育赛事和音乐会的。2015年被改造成了 Bass Pro Shop。内部建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室内沼泽生态系统，水体总量约为60万加仑。已经开始热了，进来就差不多一样了。这边是他们的那个酒店的 check-in。那你刚才看到说他们是不是在打赌才盖了这家店？对，就有这么一个故事。这个店的创始人还有他的伙伴，他们就在密西西比河边去钓鱼的时候，就看到这个金字塔了。看到他们就打赌说，如果我今天钓到一个超过30磅的鱼，然后我就要把这个地方买下来一块开我的店。到最后呢，他就是成功了。这个金字塔之前没有那么景气，但是被他买了之后，真的是时来运转，感觉焕发了新的生机呢。一进门处有一个蒸汽朋克的鱼，我好喜欢这条鱼啊！
我们来到了这里面吃饭，你看它中间有一个水族缸，上面还有潜水员呢。这家店叫什么呢？沃尔伯格，这就是那个演员的名字。哦，那就是对，就是他名字吗？所以他们这个家店就叫他名字。他是谁呢？就是他。电影《泰迪》，然后最近的那个什么Family 家庭计划，还有这个狙击手，都是他演的。像他们家店里边，它的地板上会有不同动物的脚印儿，还会有这种模拟化石的感觉。这就画了一条超级大的鱼。这是要送给钓鱼佬。钓鱼拖鞋。钓鱼拖鞋，送给钓鱼佬，祝他好运连连。哎，我们刚刚挑到了一个像车牌一样的，我准备给它挂在我们的车后面。Happy Camper。以后露营大家就可以找这个牌子，这是我们的车。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分区，你们可以看，这一个大区卖的全是这个咱也不知道这叫啥。钓鱼的这个摇臂，这是收线的。有没有专业的钓鱼佬给我们科普一下？钓鱼佬，对，哪个东部钓鱼佬带我去钓鱼？对，我们还没钓过鱼呢，我就海钓过一次。这鱼竿这么长，怎么放在车里？对啊，它应该能收起来吧？收不起来，就是这么长。这么长？就这么长。怎么放到车里呢？它这儿应该可以拆，这儿可以拆成2节，但是也只是短这么多。哎，这挺晃悠的，真的跟那种甲板是一样的。登船了，哎，真的可以登船。它有没有一个闸口是开着的？它都全锁了，我以为是上不去，你可以上去看。你可能要是他们的会员，他就让你上。我猜啊。你看这卖船展示的太到位了。对啊，这在里面搞个这，把船就放到这儿。室内搞了一个。哇，你看这条鱼。哇，这是咱刚刚看的那条吗？你看刚才桥上看到个鱼，这个鱼好大，吓我一跳。你看旁边的小鱼，跟它对比，它就静静的。没意识到。这不知道是什么鱼。你看，它这里面还有鳄鱼。可爱的小鳄鱼。在那边，他们都在那趴着。那边大家都趴在一起，他还把头落在别人的身上。这儿孤单的趴着一个。这是那种短尾鳄，比较小可爱一点，不是那种肥美的大鳄鱼。肥美。我们现在上到了顶上，顶上其实还是一个餐厅。你看，它都是这种蒸汽朋克的。早上我们应该上来吃饭。主要是太饿了，没有仔细。对，太饿了。我们现在去外头的这个观景台。俯瞰密西西比河。哎，我们来了。下面呢，这就是美国的母亲河。哎呀，看你脚下。我知道，我刚才看了，你不要一惊一乍的好吗？美国的母亲河，密西西比河。我们这个就是大桥，就是40号高速公路。我们来的时候就从这儿开过来的。对，我们来的时候就从对面那边一路开过来。哎，还能看到我们的车呢。找一找。密西西比河是美国的母亲河，是世界第4大河，覆盖了美国31个州和加拿大的2个省，贯穿美国中部。河沿岸经过10个州，孟菲斯是沿岸继新奥尔良之后第2大城市。这是个三角洲哎，这个河道劈开了。现在我们听着复古的歌曲。我们现在前往这个猫王艾维斯·普雷斯利的故居。当然这是后盖的，还没有到他的那个庄园里面，庄园在最里头。进门停车票是10块，10块钱一辆车。我们现在进来买票啦。你看它有很多不同种类型的票，价格其实都挺贵的，最便宜的这个也要49块钱。刚刚买完票要80多块钱一个人，70多，哎，80多一个人，但是我们有 AAA 的折扣，然后就 AAA 的可能减了10块钱，10%，减的不多，反正够贵的，就跟去像什么 Studio 什么的一样。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猫王故居的大门口，现在在听介绍。
这边是它的前院。Just a picture inside. 故居和博物馆内不允许录像，所以我们只拍了些照片。猫王和家人在雅园住了20年，42岁时于家里英年早逝，他的家族也埋葬在自家花园里。他的豪宅每个区域有不同的风格，会客厅、影音室、台球室，还有一个丛林风格的创作空间。Elvis Presley 被称为摇滚乐之王 The King of Rock and Roll， 再加上美国南部歌迷把他称作 The Hillbilly Cat， 后来就简称为 Cat King 猫王。他的音乐融合了布鲁斯、乡村、福音音乐等，非常多元。有人说，因为 Presley， 白人才开始广泛接受黑人音乐，他的音乐有跨越种族的影响力，为摇滚乐的流行打下了基础。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美国的文化符号，深远影响了一代人。我在房车营地里好几次都见到过有人插着猫王的旗子。我们现在来到了孟菲斯的民权博物馆。这个汽车旅馆呢，就是马丁·路德·金遇刺的地方，就在2楼的这一个栏杆走廊这儿。68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就直接用步枪直接远远的射击击中了马丁·路德·金。从此，这位民主斗士献上了他的生命，迎向了自由。他们现在就把这个整个就改建成了博物馆，挂花环的位置。热心大姐在给人拍照。博物馆主要展示了从17世纪非洲奴隶贸易开始，到20世纪中期民权运动的整个历史过程，展出了马丁·路德·金遇刺的房间306号，至今仍把房间保持了原样。它不仅是对过去的纪念，更是对未来追求平等和正义的呼唤。还有这个有轨电车，他们还在唱。这是动感单车吗？集体动感单车。这算动感？他们还在喝东西，好像。孟菲斯是全美国就叫暴力犯罪排名第1的城市。暴力犯罪，像三藩那种又砸又抢的不算暴力犯罪吧？那叫暴力致命犯罪，它要在全美国排第1。其实就孟菲斯啊，就孟菲斯这个市，你光看这个downtown也挺平和。这是白天周6旅游，我觉得还好，看不来。而且他们也应该也是分区的。你看这个孟菲斯的治安犯罪问题背后有着很多的因素，作为游客的我们也很难在一天之中准确地体会这里生活的常态。有在这里常住的朋友吗？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真实感受。我们的车就在里面停着，就发生什么事呢？就当我进来停车的时候，因为我车很大嘛，我开得很慢，然后就有一个黑人老头指导我停车。我在那边开着，那边路道很小，他就跟我讲这边可以停，这边可以停，让我过来。我下意识以为他是停车场管理员，我就开进来。开进来后，他让我把车停到后面去，我就把车开到后头。然后他直接跟我讲，就是25块钱，对，我都没有多想，然后我就准备拿25块，但是我发现我一般不带 cash。我刚才说 card 行吗？就用信用卡行吗？他说不收信用卡。我能把车停到这儿，然后等我逛回来以后再付给你。他说也不行，你必须现在付。我说那我出去取钱，然后他就跟我说在外面可以取钱，我就跟着他把车停好，我走出来。我走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对劲，因为那些墙上我们do not pay attention， 我就发现不对劲了。然后突然看这儿就是停车场，你扫码就可以配。然后1个小时多少钱？我一共买了2个小时，14块钱。1个小时7块钱呗，就对。然后他就要你25。问题25块钱他也不是合法，你到时候被人抓住，你还要罚你钱。他给他骗人，能骗一个是一个。所以有时候你就在有些很多downtown那些都是私人的停车场嘛，你就知道去了以后都是有人收钱的，所以你不会想太多。停车票，我等会上车给你们看。真给你一张？真给我停车票啊！所以他到底是不是这儿的工作人员？肯定是骗子，他只问不知道从哪拿去。他不知道从哪搞的这些什么破玩意儿，停车票，煞有介事的给我了一张，跟真的一样。下了车之后，我就先赶去了皮博迪酒店，去看一个非常著名的传统活动——赶鸭子。
这是这个酒店的特色，有近100年了，也是孟菲斯文化的一部分吧。会有5只鸭子，早上11点从酒店屋顶出发，在管理员的引导下踏上红毯，走进酒店。下午5点又会从大堂沿着红毯返回鸭舍。气氛很好，鸭子应该也很可爱。我只拍到了它们上电梯之后的一个屁股。Duck Master 在收地毯了，看地上有鸭爪，整个就是以一个小鸭子文化的酒店，他们小鸭子文化酒店。你们就是飞来的时候可以住在这里，其实。对。这离那个 Beale Street 也很近。住在这儿不错，早上。而这附近吃的好多，就对面全都是餐厅，我感觉。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比尔街 （Beale Street）， 这是孟菲斯最著名的地标之一。街道两旁布满了酒吧、俱乐部和音乐厅，每晚都有现场音乐的表演。你看这 BB King Company， 那就要去这一家 BB King Club。这个是他的餐厅，然后这个是卖纪念品的。我们先往前走一走吧。哦，这一家店有一个很老式的苏打水什么的，我想进去找找。这个？嗯，那走。他那苏打水那瓣儿，那不是在里头。现在这一家老式苏打水，你是在哪看到的？我在一个网站上，就介绍这儿能干什么。Hi, can we have an old-fashioned soda and a chocolate shake? 它那上面就很旧的一家杂货店，你进来就能闻到那一种腐败的气息。腐败的气息。Thank you. 什么味道？就是 lime 和 mint，所以叫 Green River。叫 Green River。对，很适合夏天喝。我看这个是田纳西的周琦，你知道吗？对，我知道，我见是了3颗星，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为什么是3颗。我也不知道。我还以为你我觉得像龙珠一样，我看到这个我都想起龙珠。对，我在想它是不是第3个加入美国联邦的州，所以它3颗星。但这有点太没有意义。回去我们查一下。查一查。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打在公屏上。你看，我们走到这个街上 ，Beale Street 上，它的地上也有这些印花，就像星光大道一样。警车就在这儿。Hello。这个广场其实就有很多免费的音乐演出，这个雕像是一个很有名的乐手。比尔街的两旁布满了酒吧、俱乐部和音乐厅，每晚都有音乐表演，主要是布鲁斯、爵士、摇滚、灵魂乐。这条街被称为布鲁斯音乐的发源地。你看，这边就是那个孟菲斯灰熊的主场，就叫 FedEx 体育场。是 FedEx 冠名。对 ，FedEx 冠名的。来到了 Beale Street 尽头的这个巨大的标识，这儿是一定要打卡拍照的一个地方——布鲁斯之乡。对，就在这个孟菲斯的这个 Beale Street 上。我很意外的发现了一块这个牌子，它就立在这个
拱门下边。然后它这个牌子就说这儿之前就这个 Beale Street 之前商业最繁华的时候，整个这个区域其实是 Chinatown。对20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这儿很多中国的生意。民权运动期间，这些中国人开的杂货店其实是对黑人比较友好的，在这种程度上很好的支持了他们的民权运动。因为在民权运动的时候，很多白人的商店是不卖给黑人的，不允许他们进门的。他还有写这个中国的商店很好的支持了这个African American 就是黑人，还有整个在孟菲斯和这个 Mid South 就是这个中南地区，对，算是一种贡献，对他们民权运动的贡献，就是一个意外的发现。还有那儿有一个，也是一个著名音乐人的吉他 Cash。全世界各地都有 Irish 是 bar。来这儿吗？这家。音乐与历史，犯罪与发展，真实的孟菲斯有着丰富的层次。就让我们在音乐和山羊的陪伴下说再见吧。谢谢你的观看、点赞和评论，让我们下期再见。把头伸出来。